除了6座，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大5座的 SUV 了。但是呢，真正的大5座 SUV 呢，除了后排能够轻松的坐下3个人以外呢，后备箱也要有更大的容积以及面积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就提了一个新的概念，叫做大床房。我们希望把后排座椅放倒之后，可以获得很大的装载面积。那平时搬大件物品啊，或者出去露营啊、钓鱼的时候，都能够轻松的躺进去休息。所以啊，它最好真的能够放下1张床垫。OK， 那这题怎么测呢？3个项目1个都不能少。第一个就是后备箱在5座状态下的纵深和宽度，然后就是2排座椅放倒之后能够拓展出多长的纵深，座椅放倒之后的平整度，也就是你躺上去是平的还是斜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给选定的11台车一个初步的排名，这是根据官方公布的后备箱容积来排的。后面呢，我们会动态的更新排名。OK， 那就直接开始吧。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测量的标准，我们主要就是测量中间位置的宽度和深度。虽然这些边角的位置啊，还有一些掏空的面积，但是对于大件物品来说呢，意义就不大了，不纳入计算。就好像你买房都看这个房布局方不方正，是吧？来吧，开始测量。这台车在大5座的状态下，它的纵深数值是真的很大，接近有1.1米，横向的宽度呢也有超过1米。领跑416的后备箱是一个1平方米的后备箱，它横向和纵向的数据都是达到105的，所以它其实是大于1平方米的。两边呢是很平整的啊。那你就说啦，有一些车型在这里做了一个挖空的储物盒，就很好使吧？没有关系，你看这里打开，哦，这里挖空的空间也是蛮大的，这里也是能放不少东西的。这台车的容积呢，按照它官方数据的说法是很大的，确实啊，它这个纵深呢也很长，但是呢，宽度又只有95，那它的容积都藏在哪里了？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，还有这个地方。你看旁边这里挖空啊，有我手臂那么多了，这个挖真的挖得很良心啊。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床头柜，而是大床房，那这个就没什么用了。第一项测试的成绩就出来了，我们按照面积的大小重新排一下名次。这第一圈看下来呢，我体会到什么叫做车不可貌相。比如像传祺的向往 S7，后备箱的容积很大，但是呢地台的面积其实挺小的。但是呢也有像领跑啊、唐 L 这种外观看着很大气的车，实际测出来的数据呢也确实是挺优秀的。好了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第2排座椅放倒，实测一下它们最大的纵深，因为我们要的是大床房嘛。就得计算得床率，方便出去游玩的时候，比如是露营啊、午休啊这样的场景下面，可以得到最大的使用空间。拉一下吧，啪，这就下去了。哇，不仅没有电动放倒，还挺重的哦，电动的。这是一个体力活，要追钱，追钱了吗？这台车呢的2排座椅放倒的方式是比较单一的，你只能在前面座椅按那个电动按钮，一点一点的把它放下去。要提一下的就是它的4驱顶配版本是有后备箱的电动放倒按键的。还有就是呢，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发现这台车它的2排座椅放倒之后的容积的数据是很惊人的，但是呢，我刚才量了一下，承重的长度又只有1.55米，那我就很好奇，它这个容积是怎么来的呢？需要注意的是，领跑416的2排座椅放倒呢是需要长按的，要留意前排座椅的位置。但是呢，你也可以选择按座椅旁边的一键放倒的按钮，它是整个2排座椅都往前挪了，是一个坐垫带着靠背一起往前挪的，就让你得到了一个2平方米的承重面积的真正的大床房。我们刚才量了，这个大床是有1.88米的，但不是现在这个状态。那1.88米怎么来呢？我演示一下，就是要经过一个辛苦的劳动，你就会获得这个1.88米的大床。但是这里呢，就有一个很大的空隙，这个怎么办呢？
这台车呢，二排座椅放倒之后，所有的数据都属于是中规中矩，但是有几点呢，我挺喜欢的，因为它是一台运动的车型，所以它有一个大掀背，那我觉得这个开口就蛮大的。还有座椅放倒的按键在这个位置是一个电动的放倒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二排座椅放倒之后呢，这个角度啊，我们看上去是蛮大的，它中间的衔接位置做的还蛮好的。OK， 第二张成绩单呢也出来了，大家看一下。其实啊，二排放倒之后的纵深数据呢，在我们这一次测试的主题里面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决定了能放多大的床垫进去。但是呢，这个结果就让我有一点点意外啊。我比较期待的理想，虽然车看起来是很大，但是呢，二排放倒之后的纵深也就那样吧。然后唐 L 通过移动座椅呢，获得了不错的数据，只是中间呢会有一条普和焊件，还有就是领跑C16的数据也很好，而且呢座舱的布局很板正，纵深达到了2米，可承重的面积呢也超过了2平方米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就拿出这个讲讲水平仪是怎么用的呢？你看啊，虽然得床率很重要，但是呢这装床舒不舒服其实更重要，因为呢有一些车二排放倒之后呢是不完全处于水平的，而且靠背后的平面也会跟后备箱的地台有落差，所以呢最后一项的测试就是要看平整度，然后测一下二排座椅靠背放倒之后，看一下它的倾斜度。来吧，马上开工。领跑C16的二排座椅倾斜角度大概3或者4，就是你在这里放一个小毯子，然后把这个仪器往这个毯子上面一放，就是这个数值，就是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。中间的位置呢，它有一个小盖板了。这个也不算小盖板了，也有30公分，是一个大盖板了啊，中间的空隙给盖住了。那我们之前呢，也有一些车型呢会做一个小垫片，把这个空隙给盖住了，但是呢，它们还是会有一个坡度，有一个落差感在的。而领跑C16这个，你看是很平整的。二排座椅的倾斜角度呢是个位数的，在我们今天所有测试的车辆里面呢，这个数据已经算是很不错了。中间位置呢也是有落差的，大概也就2-3厘米的样子。但是呢，考虑到它的价值啊，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已经很好了。二排座椅的倾斜角度呢也达到2位数了，这个不太理想，而且这个落差你看有7-8厘米吧。最后一项测试呢也结束了，那这个排名呢基本上会分成2个梯队，第一梯队呢就是地台全平的，哪怕是座椅的倾斜度比较大，也会比那些有落差的车型更好，对吧？然后就是第二梯队，按照落差值来排名呢，如果落差值相同，就再看二排靠背平面的倾斜数值。那可以看到呢，其实全平的地板应该是不难做到的吧？但是有些车型呢就是没有给你，比如像小鹏 G9， 那在第一梯队里面呢，领跑的表现就很不错了，靠背和盖板的倾斜度都在个位数以内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先整理一下所有车型的最终成绩吧。OK， 经过一番的结果对比之后呢，我们综合了得床率、舒适性，也就是平整度啊，以及是性价比各个角度，最后我们就得出了前3甲的车型。那我们的探花郎是极氪 CX， 我们印象里呢，它也是一款比较实用的家用 SUV。榜眼的问界 M7 呢，网上对它的空间表现呢也是有很多好评的。测试的过程中，我也隐约感觉到它的成绩会不错。然后就是状元领跑 C16， 这就是没什么好说的，凭实力说话。但是呢，为了更直观的展示这台领跑C16的大床房，我就找到了这样一个东西，噔噔，床垫。这样吧，反正就是车也有了，床也有了，那接下来我就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哇，真的是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就在这里露营吧。在
在这次的空间横屏里面呢，临场交流的得床率表现确实是挺不错的。要是我们在后面铺个床垫呢，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在里面休息或者是玩小游戏，这就是我们重视得床率的原因。因为像那些掏空的空间容积呢，其实就跟公摊面积一样，就很鸡肋。要是我们搬大件物品啊，或者是铺床垫啊，去露营啊，它就会显得很局限了。所以呢，真正意义的实用呢，就是不仅要能装，还要能躺，这才是真正的大五座大床房。好啦，今天天气挺不错的，我要去午睡喽，拜拜。